阵子呢，看到一则新闻呢，是关于美国法院裁定麦当劳的这个麦克鸡块不是鸡，而是怪物。当我看到这一则新闻报道的时候呢，我心里非常的担忧，也非常的震惊哦。那虽然我平常不太让孩子吃这个麦当劳或是这个素食店哦，但是我自己呢，偶尔跟朋友聊天喝茶的时候呢，我还蛮爱点这个麦当劳的这个麦克鸡块的。那我就想到之前很早好几年前，其实我就学会怎么样在家自制这个麦克鸡块。那我今天呢，重新把它拍成这个影片哦，让更多的爸爸妈妈或是这个上班族，你们能在家很快的就可以这个在家自己自制麦克鸡块了，然后免受这个麦当劳的麦克鸡块的毒害哦。好，那我们赶快来看看，到底在家自制麦克鸡块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哪些步骤呢？这个麦克鸡块呢，我们首先需要一个器具哦，就是果汁机或是这个调理机哦。那我觉得任何厂牌哦，或者甚至是手持式的哦，还是这个一般以前最简易的果汁机，其实都可以制作哦。那如果一般的果汁机可能需要这个中途翻动一下。那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Vitamix， 因为之前跟这个 FB 的朋友呢玩这样的活动，我就让大家投票，看大家希望用哪一台的料理机。那这个 Vitamix 胜出哦，所以我们今天示范的就是用 Vitamix。好，那这个 Vitamix 哦，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附的一个这个搅拌棒哦。那在这个自制麦克鸡块的时候，这根棒子就很重要了，因为我们没有要加水分，所以它不会自己非常转动的非常均匀，所以我们需要这根棒子帮忙搅打哦。好，那除了 Vitamix 这台机器以外呢，我们还要准备的有这个鸡胸。那我们先把这个买回来的鸡胸哦清洗过后以后，大家就这个冰到冻箱里面。那我们现在要准备来切块。那这块鸡皮呢，我们就不要。那这块鸡皮呢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呢，这个你可以当这个炸油里面的这个皮哦，等一下一起在这个炸锅里面一起炸。好，那我们这个鸡肉呢，就是大概的这个切块哦，鸡的纤维等一下会比较难清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纤维哦给斩断。所以我这个退冰的程度其实有点过头了，如果你可以再硬一点点，可能更好哦。那我们今天准备的就是一整份的这个鸡胸。我们今天要用这个半煎炸的方式，所以我们的这个我今天用的这个是黑炭钢的锅子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半煎炸的油哦，大概这个下到大概炸的还少量一些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大概这样子哦，我看大概有300cc 的油哦，200到300cc 的油。就不会像炸的用的那么多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加热这个油。那因为我们在旁边操作，所以我们用中小火来加热这个油哦。那我们就要来处理鸡肉的部分了。搅拌杯哦，我们首先加上一点点的这个冰块在最底端，因为我们怕它的刀头会过热哦。鸡冻得非常的硬的话啊，你就可以不要加这冰块，因为我今天有点退太过头。那我们再把这个鸡切块的哦，这个半解冻状的鸡块全部丢进去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准备的再把2瓣的这个蒜头丢进去，然后呢，这是1颗的蛋白，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副的鸡胸哦。如果你有更多的量，也可以一次搅打，一次做多一点。那我今天只打1副给大家看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个是1大匙的玉米粉加上1大匙的这个低筋面粉哦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也都丢进去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的部分了哦。那调味料的部分很简单，我们就给一点点的这个胡椒盐啊，你自己可能要调整你家习惯的味道哦。那我想我大概就是这个1小匙，然后接下来呢是1小匙的这个鸡粉哦。好，那这个多少大家自己调整哦。接下来最后我们下一点点的油脂。因为鸡胸肉比较干哦，那你下的油呢，可以是这个，但可能不要太重。如果你不怕是中式的口味，你就下芝麻油。那我今天下的是这个酪梨油哦，好，而且有一点带这个柠檬口味，我下个大概也是1大匙左右哦。好，那这个会让这个肉有一种滑润的口感哦。最后呢，我再补一点点这个黑胡椒，因为我们小朋友蛮喜欢黑胡椒口味的，香气很足又不辣。好，那我们要准备搅打它咯。那这时候呢，这个我的这台机器哦 ，Vitamix 的这个型号是有分 High 跟这个
variable 就是可以各种速度哦，那 high 就是持续 high。那我现在用这个variable， 因为我觉得它要渐进式的哦，我要从慢开始转到快哦，所以好，那我们准备开始哦。好，开始，然后这时候你就开始增加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已经加速到这个最高了哦，9跟10了哦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已经打得非常好了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泥哦都已经均匀了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把它给这个倒出来哦。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哦，把这个里面刚刚缠着一些这个纤维哦，这个鸡肉的纤维给拿出来。那大家可能要小心一点，因为我发现这个所有的果汁机类，只要它的刀头没有办法拿起来，可能大家还是要清的时候稍微用手去拉这个纤维的部分哦。可能只有像类似美善品这样的机器，它可以拔掉刀头会比较方便。那其他可能大家还是要辛苦一点哦。这个打出来的这个鸡泥哦，非常好。其实呢，如果大家只是要用这个鸡泥来做这个丸子类哦，也非常的简单。其实它也变成鸡肉丸子。那如果你要做成这个鸡肉丸子哦，这么简单，鸡肉丸子就是这样做哦。好，你就这样子直接挤出来的这个小丸子，这就是鸡肉丸子了。那如果你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裹一层的这个低筋面粉哦，才可以炸成这个外面金黄色的。其实如果你直接拿下去煎哦，塑形煎也可以。我们干煎就是另外的这个没有带皮的这个鸡块。那如果要很像这个麦当劳的哦，我们就要准备一个袋子，我们要裹这个低筋面粉。我们准备这个1大杯的这个低筋面粉哦，这样应该就够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用手，我们可以手抹一些油哦，那这样你会比较不容易粘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直接抓出来一个大概像麦克鸡块的这个大小哦，你可以自己随便整形哦。这个弄好了以后，我们就进去这里面哦，然后这个两面拍上粉，你可以直接丢在这里面没有关系。我们等一下哈，靠袋子稍微摇动一下。那它不像丸子要把空气打出来哦，不太需要，我们就自己塑形。你觉得麦克鸡块平常长什么样子，我们就弄成什么样子哦。你在边弄的时候，如果发现一些这个筋膜的地方，你可以把它去除哦。那我们继续把所有的这个都做成一块一块的块状哦。所有的都放进袋子以后呢，我们准备把它们拿出来哦。那我们就稍微拿出来放旁边的时候，稍微再让它这个匀一点哦，粘厚一点，然后顺便整个形，把这个散掉的呢再移开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因为它粉粘得很匀，所以不太会粘黏。好，那这时候你可以把多余的粉拍掉，然后稍微的再次的整形哦。我刚刚为了试油温，我已经先放了一块哦，我发现这个火力现在是非常足够的哦。那我们就一样还是小火，因为这个黑炭缸的锅哦很耐，这个保温能力很好。那我们就把剩下的通通都放进去，好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全部通通放进去。那如果这时候呢，你想要直接用这个不要这么多油哦，也没有问题哦。那只是说它没有办法外表这么酥脆，那你可以直接用平底锅干煎哦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其实这个已经快要好了哦。我们待会就可以先把这块鸡块捞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就等它这个炸好咯。那我们现在把它们哦大概都翻一个面哦，虽然还是另外一面还没有上色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先让它鸡块先熟，然后呢我们再换这个再改这个火再稍微调大一点，让它上色。好，那我们开始这个把它翻面了。我们发现都已经上色了。好，我们再等另外一面哦，大概就可以好咯。那好，那我们在这个旁边的部分，我们可以准备一个这样的架子哦。那像这个架子呢，我是用这个一般哦杂货店有卖这个烤肉架，我把它旁边这个烤肉架部分弯下来哦，立起来就变成一个可以站在桌面的这个网架哦，我觉得非常的方便，也省了很多的钱哦。因为这个烤肉架不贵。那我们这样做就变多了一个这个网架了，非常的方便。那上面再放一个这个餐巾纸可以吸油哦。我们现在旁边的这个鸡块呢，我们已经准备差不多要起锅。起锅前我们把火哦稍微转大一点哦，变成中大火。那让它把这个油逼一下，我们就准备整个起锅了。我们的这个自制麦克鸡块就要完成咯。那这个我们就开始哦，准备全部上色的，我们就准备起锅了。火这时候先不要关哦。我们要等到鸡块全部起来以后再关，那我们就慢慢的把它全部移到这个餐巾纸上面了，让它吸一下油。这个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
再加手工自制麦克鸡块，非常的简单又美味的麦克鸡块，让你吃了没有负担哦。